第14集，高筋麵粉做馒頭如何更輕鬆，揉麵不累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莫，喜歡的朋友記得點讚收藏。先來記一下材料，這裡是中筋麵粉，需要準備400克，然後再搭配低筋麵粉100克，這樣綜合下來它的麵筋會有所下降，但是不影響最終的筋道口感，還可以讓咱們在制作過程中，包括揉面、和面，整個過程變得輕鬆一點，不會太累。接着酵母加4克，下一步水，這個水量呢是260克，咱們要比中筋面粉呢稍微多一點點，和出來的面团稍微比它軟一點就可以，這樣呢也方便咱們後期揉面，包括整形，整個過程呢就會鬆弛下來，感覺不那麼累了。只是大家在和面的時候呢，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把水揉匀，這個很關鍵，不然後期揉匀呢就更难。只是因為这個高筋麵粉它容易起筋，如果說你揉不匀，後期再揉的話，這個面呢會越揉越裂，所以呢咱們前期就要把它揉均匀，這樣咱們後面就比較省事了。這個面團揉成畫面中這樣，雖然有點裂沒有問題，只要它均匀就好了。然後呢直接包起來進行第一次發酵。第一次发酵呢，大家要特別注意，发一定要发透，但是发透又不代表发過，特別注意。這個面團就已經发好了，发好之後呢，案板上稍微補充一點粉，然後把面團取出來。這時候的面團呢，只要能夠保持住這種狀態，而且呢它裡面的蜂窩又很足，這就是一個標準的发面狀態。而且這時候呢，咱們聞一下，它是有面香味兒，而不是特別重的酵母味兒。下一步呢，揉面，大家要注意，咱們平常都說了，每一個地方只要給它壓平就好，不需要來回的撕扯。高筋麵粉如果說反复的撕扯，反而更不容易揉光，而且揉面更累，所以呢只需要給它完全壓平，揉成畫面中這樣，再借助擀面杖來擀，這樣呢就更省力。因為咱們手上的力氣呢往往沒有借助工具更加實在，而且壓起來會更匀。為了保證後期的筋道，咱们把面擀開之後呢，需要像這樣給它折疊一下。折疊的時候呢，記住不要讓它裡面重新夾雜氣，一定要給它按開，然後這一邊再疊過來，同樣像這樣給它按一按。這樣處理完之後呢，咱們需要拿起來，然後補充乾粉，這樣咱們擀的時候呢，下面更滑，更容易擀開，也更容易擀匀。下一步用大的擀面杖，這個力道呢會更重，然後呢先這樣給它壓一壓，讓它稍微變薄一點，同時呢也把氣擀一擀，這樣咱們再走擀面杖就更順暢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基本上擀過去就是比較均匀的，這樣也是更省力更簡單的一個操作方式。擀面的時候注意哪裡有氣泡擀哪裡，直到把這個面擀成畫面中這樣，然後再一次的折疊，折疊後再次把邊上的氣給它按一按。注意疊的時候呢，盡量給它對整齊。疊好之後就像咱們畫面中這樣了，然後呢咱們接下來還要再次補充乾粉，然後像這樣稍微給它壓一壓，再上擀面杖來擀，直到把這個面擀成畫面中這樣，沒有過多的氣泡，有一點小泡不要緊，但是大的氣泡呢一定要給它完全擀掉，這樣才能確保咱們做好之後的狀態正常。面皮擀開之後，就像畫面中這種狀態，接下來呢咱們直接從一頭捲，同時要注意捲的時候呢不要加氣，然後一定要給它像這樣搓匀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擀好之後呢表面還是比較光滑的。最後呢把它調節成自己想要的粗細，然後呢直接切成馒頭。切這個劑子呢要注意大小呢基本要匀一點，最後在兩邊抹上一些乾粉，這樣可以方便塑形，也可以防粘。最後呢像這個呢咱們直接像這樣給它揉成圓馒頭就可以了。在揉的時候呢記住不要過度，尤其是剩這點面頭，如果說你把它揉制過度呢，最後這一點呢很容易燙面，所以咱們反复的揉壓2下就可以，直接像這樣擺好就行了。最後把它蓋起來進行第二次发酵。第二次发酵最容易犯錯的點呢，就是发好之後呢，這個水沒來得及燒開，稍微緩個幾分鐘，蒸好之後呢更容易出問題。所以呢咱們在发酵好之前，提前把鍋裡的水燒開，然後擺上蒸籠之後，直接上鍋用大火去蒸18分鐘，基本上不出問題。
这是蒸好之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整個的一個效果還是可以的，又鬆軟又光滑，整個過程也不累。好了，視頻就到這裡，咱們下期再見。